手机是什么？我认为它是一个通信终端和控制终端，数字信息的生产设备和消费设备。这样的一个工具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功能？几乎每个品牌的手机都有云服务，在小米云服务中，云备份主要可以备份桌面布局、自己的设置等。详细功能如下：云盘可以将自己手机上的数据备份在云端，其他可以同步到云端的内容如下：云空间默认赠送 5GB 永久容量，升级空间价格如下。如果需要换机或者升级系统，除了小米换机应用外， HyperOS 内置了备份与恢复功能，用于转移手机的数据。清理手机时，可以通过恢复出厂设置清除所有数据，不过这样做依然有数据被恢复出来的风险。维修手机时，可以开启维修模式，在不清理手机文件与应用的前提下，让维修者可以进入手机系统，但却无法看到手机中自己的私密信息。当别人要连家里的 WiFi， 但自己又恰好忘记了 WiFi 密码的时候，点击已经连接的 WiFi 会出现二维码，别人扫码后可以自动连接 WiFi。手机可以选择同时连接2个 WiFi 进行网络加速，或者同时连接 WiFi 和流量进行网络加速。可以在不同 WiFi 流量之间自动切换信号更好的，可以查看并删除手机连接过的所有 WiFi。WiFi 详情可以显示当前 WiFi 速度、技术标准、IP 地址、路由器地址等信息，支持手动和自动代理，代理后全部应用均可使用。可以使用 DHCP 和静态 IP 2种方式联网，也可以使用随机 MAC 地址保护自己的隐私。HyperOS 的移动网络可以设置默认打电话卡和默认流量卡，还允许副卡流量补充主卡流量，对双卡双待用户非常友好。小米自家的手机可以和自家的 Pad、笔记本、无线耳机、手表等设备，以及小米汽车互联互通，主要可以实现应用接力、妙想桌面、跨设备剪贴板、跨设备通知、电话协同、网络协同等功能。HyperOS 除了支持一边连接流量一边开启热点，也支持一边连接 WiFi 一边开启热点。开启热点会出现灵动海岸动画，可以选择 WPA2 和 WPA3 2种加密方式。WPA3 安全性更高，但一些老旧设备可能无法连接。可以选择标识频段，连接的设备离手机近，而且之间没有障碍物，就选 5G 赫兹频段，速度很快；反之就选 2.4G 赫兹频段。还可以选择隐藏热点，可以用二维码分享热点，手机扫码即可联网，可以对分享的热点进行流量限额，防止连接 SIM 卡上网时流量超额。当然，如果长时间没有设备连接，热点会自动关闭，节省电量。最后，也可以对连接热点的设备数量做出限制，如果不想让某个设备连接热点，也可以拉黑。小米互传可以让小米手机和大多数品牌的安卓手机相互通过 WiFi 点对点传输文件。打开小米互传，长按要发送的文件，点击发送，选择设备即可。NFC 方便刷公交卡、地铁卡、门禁卡等，可以在更多设置、卡包或者卡包应用中设置。注意，只有打开 NFC 开关才可以使用。投屏功能可以在电视投影仪等大屏设备上显示手机上的画面，手机端被投屏的应用会缩成小窗，不影响手机正常使用。如果投屏时不使用手机，手机会自动熄屏，降低耗电量。这个功能需要手机和投屏的设备连接同一个局域网。最后，打印文档和连接汽车的 CarWiz 功能都支持。除了手动调整深色模式外， HyperOS 可以根据手机所在位置的日出日落时间自动切换浅色与深色模式，也可以自己设定时间开启深色模式。可以选择自动调节字体和背景颜色，也可以对某些应用单独设置深色模式。不过深色模式中，黑色是极致的黑，文字又是极致的白，对比度很高，在夜晚这样的暗黄场景下使用特别费眼睛。所以除了在手机不得不开启省电模式之外，绝大多数情况下我是不会使用深色模式的。如果打开高级材质选项，就可以体验到部分背景实时模糊的效果，比如桌面文件夹、系统提示消息背景、锁屏右滑界面、
通知和控制中心、音量开关、搜索界面、相册、文件管理、笔记等部分系统应用底部的菜单栏。屏幕的色彩可以选择多种色彩风格或者自定义色彩风格。可以选择是否让手机根据环境光自动调整色彩，还可以自定义色温。在低亮度下，可以牺牲屏幕局部颜色的准确度，开启防闪烁模式，降低频闪，从而保护眼睛健康。慧眼模式可以选择智能开启、自定义开启。开启时间可以选择根据日出日落开启，或者自定义时间开启。屏幕刷新率可以让手机智能控制，从而平衡显示流畅度和手机续航。也可以恒定设置为60赫兹或者120赫兹，还可以自定义部分应用使用60赫兹，部分应用使用120赫兹。此外， HyperOS 还有画质增强的功能，一种是针对低分辨率视频的优化分辨率，提高视频播放的清晰度；一种是针对低帧率视频的插帧，提高视频播放的流畅度。这两种功能只能开启一个，无法同时开启。还有一种是针对普通 SDR 视频的 HDR 画质增强，提高视频画面亮部和暗部的细节，让视频画面的层次更丰富。最后还有针对相册图片的智能调节显示效果，但在色彩风格、微原色或者高级模式下无法开启。但这些功能开启后都会占用手机 SOC 算力，产生少量功耗。打开或关闭静音模式会出现灵动海岸动画。静音模式下可以选择连同正在播放的视频或者音频一同静音。正常响铃模式下可以同时开震动，静音模式下也可以同时开震动，这样可以防止音量过小或者静音时错过重要通知。勿扰模式可以屏蔽掉所有来电与通知，在比如开会、睡觉这种不想被打扰的场景下非常适用。可以选择定时开启，开启或关闭后会出现灵动海岸动画。播放声音时可以选择小米音效或者杜比全景声，相当于给声音加了一层滤镜。可以设置均衡器，也就是设置不同频率下声音的大小，还可以设置沉浸声效果，从而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定义音效。另外，如果连上了耳机，可以自定义耳机上的加减键是控制上一曲、下一曲，还是音量大小。HyperOS 可以单独控制电话铃声的音量和消息通知的音量，允许不同的应用同时播放声音，而不是打开另一个应用播放声音时，之前的应用自动停止播放声音。而且可以单独控制同时播放声音的应用的音量，比如一边打游戏一边看教程或者听音乐的时候非常好用。最后，一些系统音效都可以自己选择是否开启。近几年小米数字系列手机的 X 轴线性马达都还不错，我一般都会打开系统触感设置，并且把触感强度拉满，这样在使用手机时，比如在进行回到桌面、调整音量、返回、长按等交互操作时，就可以享受到不同风格的舒适触觉体验。